家里装修，很多人因为缺乏经验，都会去跟风模仿所谓的流行风格。但有些设计你只看到了高颜值，却忽略了设计的缺陷，结果导致装修完好看是好看，等到入住后才觉得鸡肋，或者根本不实用，而且还很浪费钱。本期就给大家盘点4个好看但不实用的网红设计，劝你别盲目效仿，不然踩坑后悔也晚了。1. 下沉式玄关。日式下沉式玄关空间分离的设计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室外鞋不进房间，沙子、灰尘自然就少了许多。但是你只看到了优点，缺点却很少有人说。比如以下这3大弊端就不可避免。第一，积灰难清理。这个地方作为接风洗尘的区域，自然灰尘会很多。做下沉式设计，中心位置都好清理，但边边角角就会成为卫生死角，而且也不利于扫地机器人打扫。第二，存在安全隐患。因为有高低差，家里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稍不留神就会容易绊倒、摔跤，无形中增加了安全隐患。第三，影响层高。做下沉式玄关设计，厚度一般是5至10公分。如果层高不足2.7米的话，你真的愿意去牺牲珍贵的层高来换取这么一块实用性不高的区域吗？除此之外，做下沉式玄关还会增加装修成本。当然，如果你就是有钱任性，就当我没说。2. 网红色乳胶漆。你一定听过各路装修博主给你推荐，包括什么乳窑色、杏子灰、太空漫步等色号的网红乳胶漆吧？这些颜色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如果只是盲目效仿的话，那就很容易踩坑翻车。原因也很简单，至少有2点。其一，这些博主晒出来自己乳胶漆墙面的美照，很可能都是已经调色或者加了滤镜的，甚至光影效果都是调过的。所以你看到的视频和图片展示和实际现场的颜色会差别很大，而且每一家的户型、光照条件也不一样，有光和没有光都是2种颜色，盲目模仿跟风很容易踩坑。其二，但凡是带颜色的乳胶漆，必然都会有色差。如果你家后期需要补漆的话，这个色差问题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在墙面打补丁，所以原本你是冲着颜值去选的，墙面补漆后你能接受吗？综上所述，选择网红色乳胶漆就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去接受如果翻车付出的代价，不然的话，选择大白墙才是永恒的经典。3. 柜门反弹器。真不理解柜门反弹器这个小东西，从它问世以来就一直火爆到现在。虽说它对于柜门来说确实省掉了拉手，满足了柜子的外观一致性，但它真的太容易坏了，经常就突然不反弹了。到时候抽屉打不开，柜门合不上，你说尴尬不尴尬？当然，也许你订全屋定制的时候，商家和你承诺免费上门给你更换，但耽误的时间谁来负责？请假的时间不是钱吗？更何况还有一些业主是自己找木工打柜子，自己买的五金坏了更麻烦。所以说，与其做柜门反弹器，不如直接加点钱做隐藏拉手，颜值一点也不差，关键是不会坏。4. 长虹玻璃门。近些年流行的长虹玻璃几乎都快被用烂了，特别是家里的卫生间，基本就是无脑装长虹玻璃门。但是你看别人家装的美图好看，可并不代表装修到你家就要好看，因为大多数的新手小白选择长虹玻璃门，以下这3点都太容易踩坑了。首先就是颜色翻车，长虹玻璃分普白和超白2种，普通长虹玻璃会泛绿色，极其影响美观，而超白玻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其次就是边框太厚，视觉上显得很笨重，不美观，很突兀。所以门框和门套一定要选极窄的，门框不超过 1.6厘米，门套不超过2厘米，效果才好看。另外就是隐私性，卫生间做长虹玻璃门一定要在中间加一层磨砂玻璃保护隐私，才能达到透光不透人的效果。此外，如果你家选的白门一定要搭配白胶，不然效果就全毁了。结语，以上这4个就是我觉得好看但垃圾的网红设计，分享的目的是避免大家在装修中盲目跟风。当然，如果你不认同我的观点，也可以留言一起讨论，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随着大众审美的提高，一些新式装修设计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装行业，其中不少产品凭借超高的颜值吸引了广大装修业主的眼球。但是随着市场热度的退却以及时间的推移，一些曾经爆火的设计如今早已跌下了神坛，甚至因为问题频发而沦为了笑柄。这一期小东就为大家盘点5个装修设计的典型案例，看谁还敢乱跟风。1. 悬空电视柜。所谓的悬空电视柜，其实就是把传统电视柜挂在墙面上，兼顾了美观和收纳2个功能的同时，还杜绝了地面上的卫生死角。这种独特的设计方式一经推出，就成为很多家庭装修电视墙的首选。但是很多人做悬空电视柜之前都忽略了它的承重性，导致入住后各种问题频发，要么电视柜下坠变形，要么就是墙体裂缝，后悔不已。
网友艾特于小鱼入住不到3个月，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悬空电视柜翻车了。现在想想，估计是电视柜受力面又窄又长，单面墙体承重性差，掉落真的是迟早的事。网友艾特娟儿姐前几天突然发现电视柜和墙之间的缝隙怎么越来越大了？仔细一看，我去，电视柜低头了。我发誓，只放了个电视而已，就这么点重量都承受不住。哎，这么说吧，悬空电视柜虽然高级，但却要牺牲安全性，显然非常不值得，所以最终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2. 超大落地窗。一整面的大玻璃落地窗确实很抓人眼球，在前些年里可谓是销售火爆。凭借高颜值、视野通透、可无死角的欣赏窗外风景等自身优势，一度成为高端装修的代名词，也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但说实话，没火几年就不受大家待见了。当初跟风效仿的家庭也开始纷纷后悔。其实在我看来，虽说安装超大落地窗的综合成本高，但这还不是最终促使它跌下神坛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太差。要知道，玻璃面越大，抗风压的能力越差，自爆的风险越高。网友艾特布鲁，我家的大玻璃落地窗美炸了。凌晨2点15分，大玻璃突然的自爆了，太吓人了。原来不只是夏天会爆啊，还有就是无法逃避的通风问题，因为结构原因导致不便于开窗。网友艾特大胡子，大落地窗阳光充足，但通风效果非常差。不到20度的天气，客厅也是异常闷热，待在家里只能开空调。事实证明，很多人花重金打造的超大落地窗，不仅通风差，还有自爆的安全隐患，所以最终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3. 一门到顶衣柜。衣柜的一门到顶设计确实颜值高，显大气，但这种超长柜门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柜门容易变形。很多商家为了追求更高利益，哄骗消费者说只要加钱装柜门拉直器就不会变形，但经过多年的市场验证发现，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换句话说，不管加不加拉直器，柜门都会变形，只是时间问题。网友艾特赵小年没等入住呢，就发现柜门门板都弯了，装了拉直器也没什么用，或者说没有拉直器变形的更严重。切记，真的不要装一门到顶。此外，还有柜门变形、关不严的问题。网友艾特等凌晨的日出，长通风会导致柜门变形吗？我家的衣柜关不上门了，这可怎么办呀？还有，做一门到顶整体造价也贵得离谱，柜子自身价格就高出不少不说，还有做墙、地、顶超平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基本施工费用自然翻倍。这些综合原因也导致它沦为笑柄，最终被大众所抛弃了。4. 厨房吊轨门。所谓的吊轨推拉门其实就是传统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其特点就是轨道在推拉门的上方，因此看上去更加美观，地面也显通透，无谓生死角。不可否认，吊轨推拉门确实颜值高，但始终逃不掉的就是承重性差的天然属性。用久了，推拉门卡顿、下坠、关不严的情况比比皆是。网友艾特我叫爱迪生，听劝别装吊轨推拉门，窗户一开，风呼呼的，真的是超晃，看着都危险。吊轨门就靠一个不到2公分的定位轮支撑，它也是有心无力啊。网友艾特赵宇轩，小孩子不要拉我，大人拉我也得轻点，我是好看不中用的，谁叫我自身重量那么沉的。还有，安装过吊轨门的人都知道，为啥地上、梁上打的全是眼，不就是为了加固吗？目的不就是担心后期容易掉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吊轨门后，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也来了，极简轨道只有1厘米，不会藏污纳垢，稳固性还高。那么吊轨门被市场淘汰，沦为笑柄也不冤。5. 岩板一体盆。说真的，卫生间的岩板一体盆这个网红设计真的是坑了很多人。然而现在还有无数装修小白在盲目跟风效仿。我承认岩板一体盆确实高级好看，颜值出众，但入住后你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藏污纳垢、卫生不好清洁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它的盆底真的会掉，现在还掉的，只能说明你运气好，时候还没到。网友艾特迪迪的家真的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正睡午觉呢，突然掉下来了，给我吓一大跳。这么重的台盆，盆底竟然是用胶粘的，别相信什么一体盆、台下盆，快避雷吧。网友艾特国庆麻岩板盆虽然好看，但是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去刷，这是我家装修踩坑之一。积水会发黄，盆底因为是直角边，想彻底清洗干净根本做不到。此外，岩板一体盆还存在台盆浅、下水慢、易溅水等实打实的缺陷，这些都注定了它无法代替性能更加成熟的陶瓷一体盆，最终沦为笑柄也合情合理。
当初装修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因为不懂，就鬼迷心窍的跟风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流行设计。入住后发现踩坑无数，大多数根本不实用。所以有了前车之鉴后，在装修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吸取教训，不再只追求面子工程，坚持做了这8个装修决定。如今入住1年多，真的是幸福感大大提升。本期小东就把这些实用的装修设计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家的装修有所帮助。1. 玄关鞋柜做双层隔板，这个设计对于家庭人口多或者鞋子比较多的家庭简直太友好了。一般家庭入户玄关鞋柜基本都是采用常规的底部留空做法，我家第一次装修也不例外。虽然也有一定的收纳功能，但在家里穿的拖鞋和外出换下来的脏鞋只能一股脑的放在一起，显乱不说，还不卫生。第二次装修吸取了教训，把鞋柜底部设计成双层开放格，上层用来放室内的拖鞋，下层用来放室外常穿的鞋子，让室内和室外的鞋子分类收纳。这样不仅让入户区看上去更加利落整洁，还不用担心有异味了，真的是太实用了。2. 满墙电视柜设计，现在很多家庭对于客厅电视柜的做法，10家有8家是采用岩板加木格栅的设计。不可否认，这种电视墙设计确实颜值高，很抓人眼球。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如此，但入住后发现岩板电视墙除了颜值好看，没一点功能性，而且施工成本还很贵，卫生也不便于打理。第二次装修结合自家的实际需求，把实用性放在第一位，果断换成满墙电视柜的做法，不仅兼顾了美观装饰性，同时还有一定的收纳功能，让家里的客厅始终保持整洁不凌乱。另外，挂墙电视改成可调节支架设计，好处是可以拉伸旋转任意角度，即使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也能轻松看电视，不会累。3. 窗帘做双层交叉轨道，家里的窗帘拉不严，总出现漏光的情况，是不是很恼火？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上述这种情况，窗帘拉到中间马上会弹走，即使好不容易拉上了，下面还是有很大的缝隙，漏光严重。后来才发现问题是出在了窗户的单轨道上面，这才导致窗帘合不拢的。第二次装修有了经验教训，不再选择单轨，果断改成了交叉轨道，窗帘拉上更严实，不透光更美观，中间也完全没缝隙。这一小小的改动真的是妙用无穷，实用性超出预期。4. 阳台晾衣架装在侧边，很多家庭的房子只有一个生活阳台，想要解决晾晒问题，就避免不了会在这个区域安装晾衣架。但是说实话，如果在阳台经常晾晒衣服，在好看的家一晾衣服就完蛋，不仅显丑显凌乱，还影响室内采光。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即使有了烘干机，也无法解决大件衣物晾晒问题。第二次装修对于阳台区域装修也是做足了功课，果断把晾衣区做在了阳台的侧边，兼顾了晾晒功能的同时，还不会显得阳台区域乱糟糟。这种做法真的超级实用。这么说吧，从客厅的方向看过去，几乎是看不到衣物的，视觉上确实干净整洁多了，家人都夸我真聪明。5. 榻榻米做排骨架床，很多家庭的客卧比较小，为了多一些收纳空间，被迫选择了榻榻米设计。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也跟风做了传统的榻榻米。但是入住后发现，榻榻米设计虽好，但始终摆脱不了用久了发霉易反潮，还有床底物品不便于拿取的弊端。第二次装修，我家最小的卧室还是选择了榻榻米加衣柜的一体式形式，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果断换成排骨架榻榻米。这种做法的好处是防潮、透气，即使家里来了客人，需要留宿睡在上面，也不会像传统榻榻米那样又硬又硌，舒适性堪比实木排骨架床。另外，如果床下需要储物的话，可以设计成抽屉形式，不影响储物的同时，存取物品也更为方便。6. 厨房推拉门做极简轨道，很多人装修厨房时都会纠结是装地轨推拉门好还是吊轨门好。传统的地轨门虽说稳定性好，但粗粗的一条轨道横在中间，实在很丑，也影响颜值，而且突出的轨道还容易藏污纳垢，打扫地面卫生也极不方便。权衡利弊后，我家第一次装修装了吊轨推拉门，但入住后发现吊轨门承重是个大问题，推拉卡顿不顺畅，还晃动的厉害，花了高价，还没到达预期的效果，很是后悔。第二次装修果断换成极简地轨门，相比于吊轨推拉门，它不会来回晃，安全和稳固性更高。此外，比吊轨门就多出2条极简轨道，美观性上也不逊色。关键是扫地机器人也能自由进出，清洁地面卫生也非常方便。7. 窗户改成内开内导式，我家第一次装修，因为是高层住宅，所以选择了内开窗。
因为内开窗的安全性更高，不担心窗户掉落出现的安全隐患。但入住后发现内开窗的弊端也很多，比如开窗后不小心容易撞头或是割伤身体，平时走到这个区域得加倍小心。还有就是下雨天也没办法开窗通风。第二次装修，同样的高层，在内开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倒开窗的设计。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变化，好处还是蛮多的。就比如内倒开窗就可以解决下雨天的通风问题，即便是外边风大雨大，也不担心漏雨到室内。还有就是再不怕经过窗户时的磕碰撞伤问题。这种改良设计对于家里有小孩子的也增加了一定的保障性。8. 洗衣机做抬高设计。对于年轻人的装修，大多数会选择滚筒式洗衣机，相比于老式的波轮洗衣机更显高级，功能更多，而且能和洗衣柜做成内嵌一体式，颜值上也更加美观。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但用过之后发现滚筒洗衣机的侧开门设计，拿取衣服时需要弯腰或蹲下，这一点对于腰部不好或孕妇来说极其不友好，在洗衣时频繁的蹲下弯腰会非常累人。第二次装修，我家同样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不再把洗衣机做直接落地，而且定制一个抬高架，把洗衣机做抬高设计，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拿取衣物需要弯腰蹲下的痛点，实用性大大提升。结语：以上这8个巧用心思的装修设计，都是我家之前装修踩坑后的经验总结，如今入住1年，真的是越问越爽，感叹第二次装修坚持的决定真的是太明智了。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灵感和借鉴。老百姓装修花的都是真金白银，装修时多花钱不可怕，毕竟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装修效果，也能大大的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但是最怕的是遇到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打着所谓专业人士的幌子，诱导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考虑实用性。这也导致很多不懂装修的小白白白花了冤枉钱，入住后的生活一塌糊涂。本期内容，小东就给大家分享7个并不实用的装修设计，都是过来人总结的经验教训。希望看完这些错误的装修案例，能帮助你在装修的路上少踩坑。1. 木地板通铺。如果遇到卖地板的商家，他一般会建议你通铺木地板，通常会说你看地板的质感和脚感都比瓷砖好，而且户型小通铺地板也显温馨。不可否认，他说的这些都是木地板的优点，但是没人告诉你木材都有湿胀干缩的特性，尤其是木地板受环境温湿度变化影响，将来可能会出现起鼓、开裂、缩水、变形等诸多问题，就问你这些能不能忍受。所以通铺木地板一定要充分考虑室内环境，比如南方比较潮湿的地区和北方有地暖的家庭，在我看来都不是很适合。如果对木地板有执念，可以考虑卧室铺木地板，客厅选择瓷砖也是个不错的方案。2. 选科技布沙发。当你去买沙发预算不高，销售人员会给你推荐科技布材质的沙发，告诉你它有真皮的质感，布艺的价格，而且具有3防的优点，防水、防污、防油。但是销售不会跟你讲的是所谓的3防，其实只是涤纶布料上的涂层而已，它随着时间会老化掉皮的，具体是3个月还是2-3年，那一切就看造化了。而且实际上市面上的高端科技布沙发价格并不比真皮沙发便宜，档次和质感却不如真皮沙发。低端的科技布沙发价格基本和布艺沙发持平，但舒适性和透气性都不如布艺沙发，所以科技布沙发根本就是智商税。不想家里沙发用几年就掉皮掉渣的话，尽量远离科技布沙发。3. 卫生间用木门。你去买室内门的时候，商家会建议你卫生间也用木门，告诉你说和卧室门保持统一，效果更好看。其实目的无非是想多销售2扇门罢了。你要是盲目跟风装木门，很容易踩坑。要知道木材就怕潮气侵蚀，卫生间的水汽就是木门最大的天敌，时间久了受潮发霉，开边起皮是必然的结果。当然卫生间也不是不能装木门，前提是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首先，卫生间是带窗的明卫，保证通风效果好。第2，必须做了干湿分离，在干区装木门。第3，淋浴区做预防隔断，并且最好距离木门 1.5 米以上，否则的话还是老老实实选个泰美合金门，颜值也不错，关键是不怕水汽，更经久耐用。4. 安装壁挂马桶。装修卫生间时，不管是你家改水电的师傅，还是卖卫浴的商家，都会告诉你说壁挂马桶好，宣空更美观，无卫生死角，也好打理卫生。但是说的都是优点，如果你只听这些就往家里搬，入住后就等着后悔吧。
首先，安装壁挂马桶要突出墙面20公分，不仅不节省空间，反而更占用空间。其次，市面上的墙排马桶没有虹吸式，基本都是直排式，不仅费水，还冲不干净。另外，一旦水箱坏了，不好维修，而且壁挂马桶款式少，价格高，这些缺点没人告诉你。壁挂马桶一般只有在马桶位置移位过长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排水的坡度不够，需要马桶直接连接主下水管的情况下，才建议使用墙排马桶。不要为了悬空不落地，好打理卫生就去冲动的安装壁挂马桶。与其花4、5千去当冤大头，还不如买个同价位的智能马桶更好用。5. 卫生间用长条地漏。接着卫生间来讲，我们要购买地漏时，商家会给你推荐长条地漏，推销话术无非是颜值高，下水速度更快。我劝你别信，其实就是商家想给你推销贵的产品罢了。首先，长条地漏它的排水口也只有一个，所以排水速度根本和普通地漏都是一样的。其次，长条地漏虽然好看，但是清理真的是很麻烦，特别是嵌入砖的部分，容易藏污纳垢，时间长了不清理，反臭味不说，还会滋生小飞虫。就想问问你，每天都要花时间去清理地漏，还要多花几百块钱，就是为了一个颜值买单，值不值得？普通地漏经济实惠，还好打理，何必去花那冤枉钱？6. 全屋硅藻泥。有些卖墙面涂料的商家为了销售硅藻泥，打着硅藻泥可以除甲醛的宣传噱头，忽悠业主。有人生怕装修不环保，影响了孩子的健康，于是花了1、2万去做全屋硅藻泥的，就是妥妥的交了智商税。事实上，硅藻泥涂料它的主要成分是硅藻土，确实可以吸附室内少量游离的甲醛，但它只有吸附能力，并不能分解甲醛。说白了，它也只是甲醛的搬运工，吸附饱和后还会释放，类似于活性炭。但是硅藻泥价格贵，出现磕碰掉粉、开裂都无法修复是真的。其实，无论是刷乳胶漆还是铺装壁布，通过在墙顶面上大面积的延展之后，就会挥发的特别快，像甲醛、苯等有害物质，在开窗通风下，基本上用不了1个月就能挥发干净。7. 选激光电视。买电视给你推销激光电视，说是护眼，我劝你别当冤大头。激光电视就是智商税，它其实就是前几年液晶电视屏幕尺寸还没有做大，价格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推出来的过渡品。激光电视的厂商实在没什么可吹嘘的，就拿护眼来做卖点。所谓的蓝光护眼就是个伪命题，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电视的亮度和对比度不够，会增加视觉疲劳，这个才最伤眼。电视产品最重要的清晰度、色彩、亮度，激光电视一样都不占。要说价格便宜点也能接受，但是你看现在市面上80寸的激光电视还卖1万多，而85寸的液晶电视也就5、6千，价格只要一半。关键是液晶电视，无论是画质、亮度、色彩度都比它强太多。你要问激光电视价格贵、画质差，为啥销售员还给你推荐？我只能说懂的都懂。说在最后，装修不要盲目的跟风和效仿，做任何装修决定前要充分考虑它的实用性，尤其是在别人给你推销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权衡利弊再做决定，因为掏钱的是你，踩坑了，遭罪的也是你。房子装修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期间还会面临各种选择题，毕竟每一项装修决定都会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但是实话实说，有些产品和装修设计，装与不装，好像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个装修决定，装了的和没装的人都很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网友们的真实反馈，对你会有所帮助。1. 打通阳台。不可否认，打通阳台后会让客厅变得宽敞又明亮，同时还能收获最大程度的通风和采光。近些年确实受很多家庭的青睐。没打通阳台的后悔，网友艾特仗剑走天涯，当初觉得客厅地方够用，拆除推拉门也嫌麻烦，就没打通。等入住后就后悔了，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推拉门确实碍眼，客厅显小拥挤不说，光线也很差。打通阳台的也后悔，网友艾特都有啊。看到邻居家装修打通阳台后，客厅是真的显大，而且空间也通透，毫不犹豫选择跟风。等住进去，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它的坏处。夏天热就不说了，冬天的阳台是真的冷。小东建议打通阳台，客厅宽敞，视野通透是它的优势，但少了推拉门的阻隔，冬天冷，夏天热也是它的弊端。所以还是建议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需求做决定，不要盲目效仿跟风。2. 柔光砖。柔光瓷砖和亮光砖相比，亮度低，不存在光污染，与哑光砖相比，表面光滑，更好打理。
因此这些年在家装行业非常盛行。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爱吃橘子，当初一心想要铺柔光砖，结果被家人劝退，说柔光砖不好打理，最后无奈选了亮光砖，真的好后悔。没有质感，冷冰冰的，稍有不慎就变成出租屋。原本家里装修的挺好看的，全毁在瓷砖上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一颗小米粒，装修选了柔光砖，多少有些后悔了。质感突出，颜值出众是真的，但超级显脏，不耐脏也是真的。怎么形容呢？但凡有点灰尘和毛发都尽收眼底。还有一步一个脚印，好真实，好贴切。入住1个月以来，基本2天一打扫，已经从最初的热爱到极度崩溃了。小东建议素色柔光砖，高级耐看且不反光，特别适合奶油风或无主灯装修。虽说有些不耐脏，但好打理。说不好打理的，大概率是选了便宜的柔抛砖。切记，柔光砖想要不踩坑，要选纹理少的肌肤釉或天鹅绒釉面的。3. 智能马桶，什么自动翻盖、自动冲洗、座圈加热，随便一项功能和体验都吊打普通马桶，也被年轻人称为提升幸福感的家电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冷眼旁观的二当家，当初装修也没考虑要装智能马桶，所以也没给马桶预留电源。但上次偶尔间去同学家用过智能马桶，瞬间感觉普通马桶不香了。不用你用手翻马桶盖，不用你按冲水键，在上面坐圈还暖暖的，超级舒服。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生活碎碎念，我家花7000大洋买的智能马桶，感觉就像个傻子马桶，这钱花的真冤。你能忍受，只要有人经过，它就翻盖，坐在上面，你稍微动一下，它就冲水，天天就听它，看它在那表演。还有一次喝醉了，在智能马桶上吐，他就一边冲水，一边用马桶盖拍我的头。小东建议智能马桶到底好不好用？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担心太智能，体验感不好的，建议选半智能的，除了是感应翻盖、手动冲水，其他功能几乎一样，而且价格也便宜，2-3千元就能入手。4. 吊轨推拉门，厨房的新式吊轨门不仅是高颜值，而且地面无轨道，自然不存在卫生死角，也不用担心走路绊脚的问题，所以近几年也风靡一时。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都小妈在装修，当初没装吊轨是感觉吊轨的门不太稳定，家里有小孩不安全，就选择了地轨，但没入住呢，这个轨道就被各种不明东西刮得掉漆到惨不忍睹了。另外拖地也不好拖，必须拿抹布一个轨道一个轨道的擦，真的后悔死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6味地黄丸吊轨门用了2年，后悔了。讲真，它并没有想象中实用，密封性一般，炒菜时油烟外漏，隔音也不好，稳定性也不如地轨门，推拉次数多了就会出现晃动的情况。还有不耐用也是真的，推拉不顺畅，卡顿出了问题，有些配件还只能换新，不能维修。小东建议，其实地轨和吊轨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吊轨门颜值高，卫生好打理，地轨门稳固性高，更实用。到底选哪种就看怎么取舍了。个人建议选极简地轨，既兼顾美观、好打扫又安全稳固。5. 卫生间壁龛，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可以增加空间利用率，而且拿取洗漱用品也方便省事，视觉上也起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没做壁龛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大福的家，我家卫生间本就不大，考虑到做壁龛还得砌墙，担心压缩面积，就放弃了。也觉得家装置物架不美观，就让瓦工单独砌了3个隔板，结果是又丑又不好用。做了壁龛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装修中的中年妇女，我一直以为壁龛就是在墙上掏个洞，没成想还要增加一堵墙。本来卫生间宽度就小，这下洗个澡想转个身都费劲，后悔也晚了。还有，除了好看这一个优点，其他都没啥卵用，积水积灰难清理，还浪费材料多花钱。小东建议卫生间做壁龛，其实优点还是比较多的，合理利用卫生间死角，增加储物空间，洗浴用品拿取方便，不占地方。但壁龛一般都是包下水管顺便做的，不建议单独砌墙做，尤其是面积小的卫生间，还不如装置物架实用，性价比高。在小东看来，装修没有十全十美的，不管是哪个装修决定，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面对不同的情况，大家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做取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家里装修，很多人因为缺乏经验，都会去跟风模仿所谓的流行风格，但有些设计你只看到了高颜值，却忽略了设计的缺陷，结果导致装修完好看是好看，等到入住后才觉得鸡肋，或者根本不实用，而且还很浪费钱。本期就给大家盘点4个好看但不实用的网红设计，劝你别盲目效仿，不然踩坑后悔也晚了。1. 下沉式玄关。日式下沉式玄关空间分离的设计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比如室外鞋不进房间，沙子、灰尘自然就少了许多。但是你只看到了优点，缺点却很少有人说。比如以下这3大弊端就不可避免。第一，积灰难清理。这个地方作为接风洗尘的区域，自然灰尘会很多。做下尘式设计，中心位置都好清理，但边边角角就会成为卫生死角，而且也不利于扫地机器人打扫。第二，存在安全隐患。因为有高低差，家里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稍不留神就会容易绊倒、摔跤，无形中增加了安全隐患。第三，影响层高。做下沉式玄关设计，厚度一般是5至10公分。如果层高不足2.7米的话，你真的愿意去牺牲珍贵的层高来换取这么一块实用性不高的区域吗？除此之外，做下沉式玄关还会增加装修成本。当然，如果你就是有钱任性，就当我没说。2. 网红色乳胶漆。你一定听过各路装修博主给你推荐，包括什么汝窑色、杏子灰、太空漫步等色号的网红乳胶漆吧？这些颜色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如果只是盲目效仿的话，那就很容易踩坑翻车。原因也很简单，至少有2点。其一，这些博主晒出来自己乳胶漆墙面的美照，很可能都是已经调色或者加了滤镜的，甚至光影效果都是调过的。所以你看到的视频和图片展示和实际现场的颜色会差别很大，而且每一家的户型、光照条件也不一样，有光和没有光都是2种颜色，盲目模仿跟风很容易踩坑。其二，但凡是带颜色的乳胶漆，必然都会有色差。如果你家后期需要补漆的话，这个色差问题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在墙面打补丁，所以原本你是冲着颜值去选的，墙面补漆后你能接受吗？综上所述，选择网红色乳胶漆就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去接受如果翻车付出的代价，不然的话，选择大白墙才是永恒的经典。3. 柜门反弹器。真不理解柜门反弹器这个小东西，从它问世以来就一直火爆到现在。虽说它对于柜门来说确实省掉了拉手，满足了柜子的外观一致性，但它真的太容易坏了，经常就突然不反弹了。到时候抽屉打不开，柜门合不上，你说尴尬不尴尬？当然，也许你订全屋定制的时候，商家和你承诺免费上门给你更换，但耽误的时间谁来负责？请假的时间不是钱吗？更何况还有一些业主是自己找木工打柜子，自己买的5金坏了更麻烦。所以说，与其做柜门反弹器，不如直接加点钱做隐藏拉手，颜值一点也不差，关键是不会坏。4. 长虹玻璃门。近些年流行的长虹玻璃几乎都快被用烂了，特别是家里的卫生间，基本就是无脑装长虹玻璃门。但是你看别人家装的美图好看，可并不代表装修到你家就要好看，因为大多数的新手小白选择长虹玻璃门，以下这3点都太容易踩坑了。首先就是颜色翻车。长虹玻璃分普白和超白2种，普通长虹玻璃会泛绿色，极其影响美观，而超白玻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其次就是边框太厚，视觉上显得很笨重，不美观，很突兀。所以门框和门套一定要选极窄的，门框不超过 1.6厘米，门套不超过2厘米，效果才好看。另外就是隐私性，卫生间做长虹玻璃门一定要在中间加一层磨砂玻璃保护隐私，才能达到透光不透人的效果。此外，如果你家选的白门一定要搭配白胶，不然效果就全毁了。结语，以上这4个就是我觉得好看但垃圾的网红设计，分享的目的是避免大家在装修中盲目跟风。当然，如果你不认同我的观点，也可以留言一起讨论，帮助大家少走弯路。